你这博士读得再高，嫁到我们家就得守我们家的规矩。王秀英站在厨房门口，声音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妈，600个粽子，这也太多了吧？林宇轩拿着手机，屏幕上还停留在包粽子教学视频的页面。多什么多？人家李嫂的儿媳妇年年包800个，还要送到城里去卖呢。王秀英冷哼一声，你要是包不出来，就别想在这个家里抬起头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2024年端午节前一周，槐花正开得热闹的时候，整个清河县城都弥漫着一股甜腻的香味。林宇轩站在阳台上晾衣服，楼下传来王秀英和邻居们聊天的声音。你家宇轩真是有出息，博士毕业还找了个好工作。李嫂的声音里带着羡慕，读书多有什么用，连个粽子都不会包。王秀英的语气里满是无奈，昨天我教她包，手笨得跟什么似的，糯米撒了一地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是这样，眼高手低的。另一个邻居接话道。林宇轩听着这些话，手里的衣架握得更紧了。他28岁，刚从省城的大学拿到生物学博士学位，新婚半年，嫁给了在外地工作的张明。张明是家里的独子，平时工作忙，很少回家。林宇轩就成了王秀英唯一的目标。王秀英55岁，在纺织厂工作了大半辈子，去年刚退休，性格直爽，观念传统，对这个博士儿媳一直看不太顺眼。读书读得多了，就是不接地气，这是王秀英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清河县是个典型的北方小县城，生活节奏慢，人情味浓，邻里之间都熟悉得很，谁家有点什么事，整条街都知道。王秀英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，威望很高，说话也有分量。林宇轩从小在省城长大，父母都是知识分子，家里请保姆做饭，他确实很少下厨房，更别说包粽子这种需要技巧的活了。刚嫁过来的时候，王秀英还算客气，毕竟儿媳妇是博士，在外人面前也有面子。但是时间长了，小摩擦就开始出现。王秀英觉得林宇轩太娇气，不会做家务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花钱也大手大脚。林宇轩也觉得婆婆管得太多，什么都要按她的标准来，一点自由都没有。端午节快到了，张明打电话说要回家过节，王秀英就开始忙活起来。今年端午节要热闹热闹，好久没有一家人团聚了。王秀英一边收拾房间一边说。林宇轩点点头，心里想着能和丈夫见面，总算能有个帮手了。她不知道，一场考验正在等着她。端午节前5天，王秀英从菜市场买菜回来，脸色有些不太好看。刚才在菜市场遇到李嫂了。王秀英把菜放在厨房里，声音听起来有些闷。她怎么了？林宇轩正在客厅里看论文，他说他家儿媳妇已经开始包粽子了，准备包800个，送亲戚朋友，还要拿到城里去卖。王秀英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不服气。林宇轩抬起头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妈，你想说什么？我们家也不能丢人。王秀英在客厅里来回踱步。今年端午节，我们家也要包粽子，而且要包的比他家多。包多少？林宇轩小心翼翼地问。600个。王秀英斩钉截铁地说。林宇轩差点从沙发上摔下来。妈，600个，这也太多了吧？咱们家就3个人，3个人怎么了？要送亲戚朋友，还要给邻居们尝尝。王秀英的态度很坚决。再说了，人家李嫂家
还包800个呢。那您包就是了，我来帮忙。林宇轩想息事宁人，不行。王秀英摆摆手，既然你嫁到我们家，就得学会我们家的规矩。这600个粽子必须你亲手包。林宇轩愣住了，妈，我真的不会包粽子，您教我可以，但是600个不会学啊。王秀英打断他的话，人家李嫂的儿媳妇高中毕业，包粽子包得可好了，你堂堂一个博士，还学不会包粽子，那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王秀英的声音提高了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家的规矩，端午节包粽子，儿媳妇必须会，而且要包得好。林宇轩看着婆婆坚决的表情，知道没有商量的余地。那我试试吧，不是试试，是必须。王秀英强调道，明天我就去买材料，后天开始包，3天时间，600个粽子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说完，王秀英就去厨房忙活去了，留下林宇轩一个人坐在客厅里发呆。他拿起手机，想给张明打电话，想了想又放下了。张明在外地项目上忙得焦头烂额，这种事情说了也只会让他为难。再说，这是婆婆给他的考验，他得自己面对。当天晚上，王秀英开始在邻居们面前放话，我家宇轩准备包600个粽子过端午。王秀英在楼下和李嫂聊天，真的，宇轩会包粽子？李嫂有些惊讶，当然会，他是博士，什么学不会？王秀英挺直了腰板，而且包出来的粽子肯定比你家儿媳妇的好，那我等着尝尝。李嫂笑眯眯地说。消息很快传开了，整条街的人都知道博士儿媳妇要包600个粽子，有人期待，有人怀疑，还有人等着看笑话。林宇轩听到这些议论声，压力山大，他开始在网上疯狂地搜索包粽子的教程，看视频，记笔记，恨不得把所有的技巧都学会。包粽子看起来简单，实际上很有技巧。粽叶要选新鲜的，糯米要提前浸泡，包的时候要注意力度，太松会散，太紧会破。林宇轩一边看一边记，脑子里装满了各种理论知识。第二天，王秀英真的去菜市场买了一大堆材料回来，粽叶、糯米、红枣、五花肉、咸蛋黄、绿豆、花生，材料堆满了整个厨房台面。明天开始包，3天时间，600个粽子。王秀英再次强调，我会在旁边看着，但是手绝对不能帮。林宇轩看着这一堆材料，感觉自己接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端午节前3天，早上6点，王秀英就起床了。宇轩，起床了，开始包粽子了。王秀英的声音在房间外响起。林宇轩揉着眼睛走出卧室，王秀英已经把材料都准备好了，糯米浸泡了1夜，粽叶也烫过了，各种馅料摆得整整齐齐。先教你一遍，看好了。王秀英拿起2片粽叶，手法娴熟地卷成一个漏斗状，看见没有？底部要严实，不能漏米。王秀英一边说一边示范，舀1勺糯米，放上肉馅，再盖上糯米，然后用粽叶包严实，最后用绳子扎紧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不到1分钟就包好了一个标准的肉粽。就是这样，你试试。王秀英把材料推到林宇轩面前，林宇轩按照王秀英刚才的动作，小心翼翼地拿起2片粽叶，粽叶在他手里就像有自己的想法一样，总是不听使唤，好不容易卷成了一个勉强的漏斗状，但是底部怎么也封不严实，米会漏出来的。王秀英在旁边指点，林宇轩手忙脚乱地调整粽叶的位置，结果越调整越乱，好不容易把底部封住了。
开始舀米的时候，手一抖，糯米撒了一桌子。哎呀，慢点慢点！王秀英看着满桌子的糯米，眉头皱了起来。林宇轩重新舀米，这次小心多了，但是米放得太少，粽子看起来瘪瘪的，米要放多一点，不然包出来没有形状。王秀英继续指导，林宇轩又加了一些米，结果一用力，粽叶就破了。粽叶不能用力过猛，要温柔一点，破了一片粽叶，林宇轩只好重新开始。这次他更加小心，每一个动作都慢慢来，但是越慢越乱。本来简单的包粽子变成了一个复杂的工程。半个小时过去了，林宇轩才包出了第一个粽子。这个粽子形状奇特，像个不规则的球体，绳子绕了好几圈才勉强扎住，将就着能吃吧。王秀英看着这个杰作，语气里满是无奈。林宇轩接着包第二个、第三个，每一个都是一场战斗，每一个都长得不一样，有的像包子，有的像饺子，有的甚至看不出是什么形状。包到第10个的时候，林宇轩的手已经被粽叶割破了好几处，手指头上贴满了创可贴。今天就先练练手，明天正式开始技术。王秀英看着林宇轩狼狈的样子，难得的没有说什么重话。一上午的时间，林宇轩总共包了15个粽子，平均20分钟一个，而且质量堪忧。按照这个速度，别说3天包600个，就是1个星期也包不完。下午，林宇轩继续练习，速度稍微快了一点，但是包出来的粽子还是奇形怪状。王秀英在旁边看着，脸色越来越难看。你这样包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包完600个？王秀英终于忍不住了，妈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林宇轩的手上满是伤口，声音里带着委屈。努力，这就是努力。王秀英声音提高了，人家李嫂的儿媳妇第一次包粽子就比你包得好。每个人的基础不一样，什么基础不基础的，就是笨。王秀英毫不客气地说，读了这么多年书，连个粽子都包不好，这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林宇轩低着头不说话，继续包手里的粽子。粽叶在他颤抖的手里更加不听话了，本来已经包好的粽子又散开了。算了算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王秀英看着满桌子的狼藉，摆摆手，明天再试试，实在不行就让明明回来包。林宇轩听到这话，心里更加难受了。他知道，如果让张明回来包粽子，王秀英会更加看不起他。晚上，林宇轩一个人在房间里继续看包粽子的教程，他把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，在脑子里反复演练，一定要包好，一定要证明给他看。林宇轩暗暗下定决心。第二天早上，林宇轩5点半就起床了。他想趁王秀英还没起床的时候，先练习一会儿。厨房里静悄悄的，林宇轩轻手轻脚地拿出粽叶和糯米，开始练习。经过昨天一天的折腾，他的手法稍微熟练了一些，至少粽叶不会在手里乱跑了。他按照网上学来的技巧，先把粽叶的根部剪掉，然后用温水浸泡，这样粽叶会更柔软，更好包。果然，粽叶变得听话了许多。林宇轩小心翼翼地包着，动作虽然还是很慢，但是包出来的粽子已经像个样子了。6点半，王秀英起床了，起得挺早啊。王秀英看到林宇轩在厨房里忙活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意外。我想多练练。林宇轩头也不抬地说。王秀英走过来看了看林宇轩刚包好的几个粽子，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，比昨天好一点了。这句话对林宇轩来说已经是很大的鼓励了。今天正式开始技术，
600个粽子，3天时间，今天至少要包200个。王秀英宣布了今天的任务，200个粽子意味着林宇轩要从早上7点包到晚上10点，中间几乎不能休息。林宇轩深吸一口气，开始了正式的包粽子马拉松。上午的时候，他的状态还不错，手法逐渐熟练，速度也在提升。到中午12点，他已经包了80个粽子，虽然离目标还很远，但是进步明显。下午2点，邻居李嫂过来串门，听说宇轩在包粽子，我来看看。李嫂笑眯眯地走进厨房，林宇轩正在专心致志地包粽子，手上的动作已经比较熟练了。哟，包得还挺像样的。李嫂拿起一个粽子看了看，不过这个角怎么有点歪，刚学会，不熟练。王秀英替林宇轩解释，慢慢来嘛。我家儿媳妇当年第一次包粽子的时候，比这还差呢。李嫂说着话，眼神却在观察林宇轩的每一个动作。你家儿媳妇现在包得多好啊，一天能包300个。王秀英有些羡慕地说，那是练出来的，宇轩也会的。李嫂客气地说，但是语气里明显带着优越感。李嫂走后，王秀英的脸色又沉了下来。人家儿媳妇一天包300个，你才包了80个。王秀英看着林宇轩，这差距也太大了。林宇轩没有说话，手上的动作更快了。他知道，不管他怎么解释，王秀英都不会满意。唯一的办法就是用行动证明自己。下午的时候，更多的邻居过来参观，听说博士儿媳妇在包粽子，包得怎么样？600个呢，可不少，能包完吗？这些议论声让林宇轩压力倍增，他感觉自己就像个展览品一样被人围观。有人夸他进步快，有人质疑他能不能完成任务，还有人在那里指指点点。你这个粽子包得太松了，煮的时候会散的，这个绳子绑得不对，应该这样绑。糯米放得太多了，粽子会胀破的。每个人都是包粽子的专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建议。林宇轩听着这些七嘴八舌的意见，手都开始发抖了。你们别在这里瞎指挥了，让宇轩安静地包。王秀英终于开口了，邻居们这才散去，厨房里重新安静下来。别听他们的，按你自己的方法包。王秀英难得地安慰了一句。林宇轩点点头，继续埋头苦干。傍晚的时候，他的手已经肿了，手指上的创可贴换了好几次，但是他没有停下来，一直包到晚上10点。今天包了多少个？王秀英问。林宇轩数了数，150个，还差50个。王秀英皱了皱眉头，我再包一会儿。林宇轩咬咬牙，算了，明天再说吧。王秀英看着林宇轩疲惫的样子，心里也有些不忍。当天晚上，林宇轩躺在床上，手疼得睡不着觉。他看着天花板，心里想着明天还要包更多的粽子，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。第3天，林宇轩4点就起床了，他要抓紧时间把昨天落下的进度补上。厨房里，他一个人默默地包着粽子，手法越来越熟练，速度越来越快，但是距离600个的目标还很远。王秀英起床后，看到林宇轩又在包粽子，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表情。昨天晚上没睡好吧？王秀英问。没事，我能坚持。林宇轩头也不抬地说。这一天，林宇轩几乎没有休息，除了吃饭和上厕所，一直在包粽子。他的手已经磨出了水泡，但是他还在坚持。王秀英在旁边看着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本来是想给这个娇气的博士儿媳妇一个教训，让她知道生活的不易，没想到林宇轩竟然这么拼命。到了晚上9点，
林宇轩终于包完了第400个粽子，还差200个。林宇轩说着，准备继续包。别包了，休息一下吧。王秀英劝道。不行，明天就是端午节了，必须包完。林宇轩固执地说。他继续包着，一直包到深夜12点。当最后一个粽子包好的时候，林宇轩瘫坐在椅子上，手疼得连筷子都拿不稳了。明天还有100个。林宇轩对王秀英说。王秀英看着他疲惫的样子，心里突然有些后悔，也许他对这个儿媳妇太苛刻了。第3天的深夜，林宇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房间，但是他没有立即睡觉，而是拿出手机给一个号码发了条信息：奶奶，我是宇轩，有件事想请您帮忙。很快，手机响了，是一个苍老但温和的声音：宇轩啊，这么晚了还不睡觉？奶奶，我遇到点麻烦，您能过来一趟吗？林宇轩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和无助。什么麻烦？你慢慢说。林宇轩把这几天的遭遇详细地告诉了电话里的老人。600个粽子，你婆婆可真敢提要求。老人笑了，不过也难为你了，这么多年没包粽子，手生了吧？奶奶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明天就是最后期限，我还差100个没包。别急，奶奶现在就过来。老人的声音很坚定。地址发给我，1个小时后到。1个小时后，一辆出租车停在了王秀英家楼下。从车上下来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，身材不高，但是精神矍铄，手里还提着一个大包。这就是林宇轩的外婆张淑芬。张淑芬年轻的时候是省城有名的面点师傅，后来开了自己的点心铺，包粽子的手艺在整个省城都很有名。林宇轩小的时候，每年端午节都会跟着外婆学包粽子，只是后来上学忙，很久没有碰过了。奶奶，您怎么这么快就到了？林宇轩惊喜地迎上去。坐夜班车过来的。张淑芬拍拍林宇轩的手，你这孩子有困难为什么不早点说？我想自己解决，没想到这么难。包粽子哪有那么容易？没有10年8年的功夫，包不出好粽子来。张淑芬走进厨房，看了看林宇轩这几天包的粽子，手法是对的，就是生疏了。奶奶，我真的包不出600个来。林宇轩有些绝望地说。谁说包不出来？张淑芬笑了。当年奶奶一天就能包800个，600个算什么？可是我不行啊。你行的，你小时候跟我学的时候，手法可灵巧了。张淑芬拿起粽叶，来，我们一起包，奶奶教你找回手感。深夜的厨房里，祖孙2人开始了包粽子的特训。张淑芬的手法老练得惊人，每一个动作都像艺术一样优美，包出来的粽子大小均匀，形状标准。你看，粽叶要这样卷，底部要严实，但是不能太紧。糯米要分层放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绳子要绕3圈，第1圈固定形状，第2圈加固，第3圈封口。在张淑芬的指导下，林宇轩的手法快速恢复。他发现，原来自己小时候学的那些技巧还在，只是需要一个引导。更重要的是，张淑芬还教了他一些独门秘籍。普通的粽子谁都会包，要想包得出众，就得有创新。张淑芬从包里拿出几样特殊的材料。这是什么？林宇轩好奇地问。紫薯、山药，还有枸杞。张淑芬笑着说，我们来包几种特色粽子。张淑芬开始展示她的绝活：紫薯粽、山药粽、枸杞粽，每一种都有独特的色彩和味道。这些配方是我年轻时研究出来的，营养价值高，口感也好。林宇轩看着外婆熟练的手法，心里充满了敬佩。奶奶，
您教我这些，婆婆会不会觉得我作弊？什么作弊不作弊的，这是你的本事。张淑芬认真地说，况且我只是帮你找回手感，真正包粽子的还是你自己。祖孙俩一直忙到凌晨4点，不仅把剩余的100个粽子包完了，还多包了50个特色粽子。这样够了吗？林杂轩问。够了，而且绰绰有余。张淑芬满意地看着满桌子的粽子。明天你婆婆看到这些，肯定会刮目相看。奶奶，您辛苦了。林宇轩眼睛里含着泪水。傻孩子，奶奶不辛苦。张淑芬拍拍林宇轩的肩膀。我先走了，不能让你婆婆看见，免得她以为你真的作弊。您这就走，不休息一会儿？不了，我坐早班车回去，就当来看看你。张淑芬收拾好东西，记住，明天如果有人夸你包得好，你就说是自己的本事，不要提我来过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这些技巧本来就是你会的，我只是帮你想起来而已。张淑芬坚持道。凌晨5点，张淑芬悄悄离开了。林宇轩一个人站在厨房里，看着满桌子整整齐齐的粽子，心情五味杂陈。他重新整理了一下粽子的摆放，让它们看起来更加美观。然后他故意弄乱了一些头发，在围裙上沾了一些糯米，制造出熬夜包粽子的痕迹。最后他开始煮粽子，准备给王秀英一个惊喜。早上6点半，王秀英像往常一样起床，准备去厨房看看林宇轩的战果。她推开厨房门的瞬间，整个人愣住了。厨房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600多个粽子，每一个都包得工工整整，大小均匀的，像是用模具做出来的一样。这些粽子不仅有传统的肉粽、蜜枣粽，还有她从未见过的紫色粽子、白色粽子，以及点缀着红色枸杞的特色粽子。林宇轩正站在灶台前，熟练地用长勺搅拌着锅里煮着的粽子，动作娴熟的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。他的头发有些凌乱，围裙上沾着糯米粒，显然是熬了整夜。妈，您起来了。林宇轩回头看到王秀英，脸上露出疲惫但满足的笑容。粽子已经包好了，正在煮最后一锅。王秀英走进桌子，仔细看着这些粽子，每一个粽子都像艺术品一样精美，绳子绑得整齐，形状标准，大小一致。这都是你包的？王秀英的声音有些颤抖。是的，一共650个，比您要求的多了50个。林宇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，我想着多包一些，万一有坏的还能挑选。王秀英拿起一个紫色的粽子，翻来覆去的看，这个是什么做的？怎么是紫色的？紫薯粽，我在网上看到的配方，说是营养价值很高。林宇轩解释道，还有山药粽、枸杞粽，都是养生的。王秀英又拿起一个山药粽，粽子表面是淡淡的白色，看起来很有食欲。你怎么会包这些？网上教的？是的，我昨天晚上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，还有一些是我用生物学知识推理出来的。林宇轩撒了个小谎，比如紫薯含有花青素，山药含有多种氨基酸，枸杞含有胡萝卜素，都对身体很好。王秀英听着这些专业术语，越来越惊讶。她走到灶台前，看着正在煮的粽子，热气腾腾，香味扑鼻。你一个人包了这么多，一夜没睡？睡了一会儿，在沙发上眯了2个小时。林宇轩继续撒谎，我想着既然答应了您，就一定要做到。王秀英看着林宇轩疲惫的样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她本来以为林宇轩肯定完不成任务，准备好了各种批评的话，没想到不仅完成了，而且完成的这么出色。这手法
真的是你包的？王秀英还是有些不敢相信。当然是我包的，您可以问邻居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厨房里，他们都看见了。林宇轩有些委屈地说，难道您觉得我会找别人代包？王秀英想起这几天林宇轩确实一直在厨房里忙活，手上还有伤口，应该不是作假。不是，我就是觉得你进步太快了。王秀英结结巴巴地说，可能是我比较有天赋吧。林宇轩笑了笑，而且我这几天一直在研究技巧，熬夜看教程，总算是开窍了。这时锅里的粽子煮好了，林宇轩熟练地用漏勺把粽子捞起来，放在篮子里。您尝尝看，看看味道怎么样？林宇轩拿起一个刚煮好的肉粽，剥开粽叶，粽子的香味立刻飘了出来，糯米晶莹剔透，肉馅肥瘦相间，看起来就很有食欲。王秀英接过粽子，咬了一口，糯米软糯香甜，肉馅鲜美多汁，比她自己包的粽子还要好吃。这味道，王秀英惊讶地说不出话来。怎么样，还可以吧？林宇轩有些紧张地问。太好吃了，王秀英由衷的赞叹，比我包的都好吃。林宇轩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外婆的手艺果然没有让他失望。您再尝尝这个紫薯的。林宇轩又包了一个紫薯粽，王秀英咬了一口，甜丝丝的，还有一种特殊的香味。这个也好吃，而且很香，这是我特意调配的。紫薯和糯米的比例很重要，林宇轩解释道。王秀英连续尝了几种不同口味的粽子，每一种都让她惊喜。宇轩，你这手艺真的是自学的？王秀英终于忍不住问道。林宇轩心里一紧，但是脸上不动声色。是的，我这几天一直在学习，而且我觉得我可能有遗传天赋。遗传天赋？我外婆年轻的时候是做面点的，可能我遗传了她的基因。林宇轩半真半假地说，虽然我很久没包过粽子，但是一旦上手就找回感觉了。王秀英点点头，这个解释很合理。她看着满桌子的粽子，心里的震惊还没有完全消化。3天前，林宇轩连一个像样的粽子都包不出来，3天后他竟然包出了这么多精美的粽子，这个转变太大了，大到让王秀英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上午8点，邻居们开始陆续来看成果。第一个到的是李嫂，她一进厨房就被满桌子的粽子震惊了。我的天，这些都是宇轩包的。李嫂拿起一个粽子仔细看，这手法，这形状，比我家儿媳妇包的还好。当然是宇轩包的，他昨天一夜没睡。王秀英的语气里带着明显的骄傲。宇轩，你这手艺可以啊，第一次包就能包成这样。李嫂有些不敢相信。不是第一次，林宇轩笑着说，我小时候跟我外婆学过，只是很久没包，手生了。你外婆？李嫂来了兴趣。我外婆年轻的时候在省城开点心铺，包粽子的手艺很有名。林宇轩说道，我小时候每年端午节都跟她学，只是后来上学忙，很久没有动手了。原来是有师傅的啊。李嫂恍然大悟，我说呢，这手法一看就是专业的。这时更多的邻居听到消息赶来了，听说博士儿媳妇包了600个粽子，在哪呢？让我看看，真的假的？3天能包这么多？厨房里挤满了人，每个人都在惊叹林宇轩的手艺。你看这个紫色的多漂亮，这个白色的是什么做的？还有红点点的，从来没见过。林宇轩一边回答大家的问题，一边分发粽子让大家品尝。这个紫薯粽营养价值很高，含有花青素，抗氧化。山药粽对脾胃好，特别适合老人吃。枸杞粽补肾明目，
现在年轻人用眼过度，多吃点有好处。林宇轩的专业解释让邻居们更加佩服。宇轩不愧是博士，连包粽子都这么有学问，这创新意识就是不一样，我们想都想不到。秀英，你家宇轩真是个宝贝儿媳妇。他想起3天前自己对林宇轩的苛刻要求，心里有些愧疚。宇轩，你累坏了，快去休息一会儿。王秀英心疼地说。没关系，我不累。林宇轩笑着说，看到大家喜欢我包的粽子，我很高兴。下午的时候，林宇轩的丈夫张明回来了，他一进门就听到邻居们在夸林宇轩的粽子包得好，心里很疑惑。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明问王秀英。你媳妇包了600个粽子，包得可好了。王秀英骄傲地说。你去厨房看看。张明走进厨房，看到满桌子的粽子，也吃了一惊。这些都是宇轩包的。是啊，3天时间，一个人包的。王秀英详细地讲述了这几天的经过。张明听完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林宇轩从小娇生惯养，很少做家务，没想到竟然能完成这么艰难的任务。宇轩，你辛苦了。张明握住林宇轩的手，发现他的手上满是伤口。没事，都好了。林宇轩不在意地说。妈让你包这么多粽子，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？张明有些心疼。这是妈对我的考验，我应该自己面对。林宇轩看了看王秀英，而且我也想证明给妈看，我不是什么都不会的娇小姐。王秀英听到这话，心里更加愧疚。她走到林宇轩面前，拉住他的手。宇轩，是妈对不起你，妈不应该为难你。王秀英的眼睛红了。妈以前对你有偏见，总觉得你这个博士看不起我们，不愿意融入我们家。妈，我没有看不起任何人。林宇轩真诚地说。我知道我以前确实有些娇气，不懂生活，但是我愿意学，愿意改变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王秀英哽咽地说。是妈错了，妈向你道歉。妈，您别这么说。林宇轩也有些感动。您是想让我更好地融入这个家，我理解您的用心。张明看着婆媳俩和解，心里也很感动。那以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。张明笑着说。本来就是一家人。王秀英擦了擦眼泪。以后妈再也不会为难你了。晚上，全家人一起吃粽子。张明尝了几种不同口味的粽子，都赞不绝口。宇轩，你这手艺真的太棒了，比外面卖的都好吃。是啊，明年端午节，我们家还包粽子，让宇轩教我。王秀英笑着说。好啊，我们一起包。林宇轩开心地说。一家人其乐融融，之前的矛盾完全消失了。端午节当天，王秀英拿着林宇轩包的粽子去走亲戚，每到一家都会引起轰动。这粽子包得真漂亮，是在哪买的？不是买的，是我儿媳妇包的。王秀英骄傲地说。你儿媳妇？那个博士？对，就是她。王秀英详细地讲述了林宇轩包粽子的经过。听完故事，亲戚们都对林宇轩刮目相看。这孩子不仅书读得好，手也巧。秀英，你有个好儿媳妇。这粽子的创新口味真不错，营养又美味。王秀英听着这些夸奖，心里比蜜还甜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